伊朗袭击以色列核设施，导弹打击距离突破4000公里。事实证明，美国的猜测是正确的。2月25日，阿拉格齐拍着胸脯说：“我们的导弹射程绝对不超过2000公里。”结果不到1个月，伊朗直接把2枚导弹打到了4000公里外的印度洋。紧接着，3月24日，伊朗又出手了，这次对准了以色列的迪莫纳核设施。这不是普通的军事动作，而是一场彻底的战略转向。伊朗已经完全不再克制了，就是要将全世界拖下水。问题是，伊朗的远程导弹到底有多能打？4000公里射程究竟意味着什么？3月20日，伊朗向印度洋中部的迭戈加西亚岛发射2枚弹道导弹。这个岛是美军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战略基地，部署着 B-52轰炸机、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，同时也是英军的海外据点。更值得关注的是距离。要知道，迭戈加西亚距离伊朗本土足足有4000公里，而伊朗现在能朝这个方向发射导弹了，说明伊朗的导弹打击距离远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。之前美国一直质疑伊朗，说伊朗在研发远程导弹，那时候阿拉格齐信誓旦旦说伊朗的导弹射程都在2000公里以内，只用于防御和威慑，绝对不会构成全球威胁。扭头到了现在，4000公里打击距离直接把伊朗此前所有的保证彻底撕碎。这还不算，在对美以的反击中，伊朗换了自己的攻击目标。这一次他毫不避讳，冲着以色列的核设施就去了。3月21日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，在真实承诺4行动第73波行动中，他们向以色列南部的迪莫纳和阿拉德发射多枚弹道导弹。迪莫纳是以色列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的所在地，外界普遍认为这里与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密切相关。这一波打击首次突破以色列周边的防空网，造成近200人受伤。随后，在3月24日，伊朗又对迪莫纳进行了第2次袭击。面对这些动作引来的争议，伊朗官方的反应相当狂妄。先是最高军事发言人谢卡尔齐放话威胁全世界，声称在全球范围内，任何公园、休闲区和旅游景点都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。后面，革命卫队也发表声明，说他们手里还有几百万巴斯基民兵。武装部队司令阿布杜拉西直接为伊朗此后的行动定了调，行动战略从防御转为进攻，对以色列核设施的打击就是一个明确信号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4000公里的打击距离，这个打击距离可不是一夜得来的，而是伊朗一直在寻求技术突破，尤其是卫星发射方面。所以如今伊朗做了技术转用，将卫星上的技术转用在弹道导弹上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卫星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就是同一套东西。卫星入轨需要多级火箭分段加速，飞出大气层再入大气层。弹道导弹的飞行路径一模一样，先冲出大气层，然后沿着弹道弧线重新砸下来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弹道导弹本质上就是太空导弹。因此，卫星发射和远程弹道导弹在技术上也可以共享很多东西：大推力火箭发动机、高强度机身、惯性制导系统、极间分离机制，这些全都一样。2024年9月，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用卡伊姆1003级固体燃料火箭，把查姆兰1卫星送入了550公里的近地轨道。对于这套技术，美国早就警告过会出问题。就在2024年，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里，白纸黑字的写着，伊朗发展卫星发射载具，将缩短其研发洲际弹道导弹的时间线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个警告说的一点也没错。所以伊朗这次能够打出来4000公里，很有可能就是将卫星技术转用了过来，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分段加速技术，就是让导弹像火箭一样，飞一段扔一节，每扔一节就减轻重量，速度就越快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伊朗用的导弹类型也差不多可以锁定了，应该是2级弹道导弹，通过2级推进才将距离打到了这么远。还有一个关键细节，弹头重量，同样的发动机，同样的燃料，如果弹头更轻，导弹就能飞得更远更快。火力军认为，伊朗这次主要就是在弹头上做了文章，将弹头轻量化，用更轻的战斗部来换更远的射程。他用的导弹应该主要是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，这种型号配备的弹头能散布20枚子弹药，散布半径8公里。2019年，伊朗就试射过改进型霍拉姆沙赫尔导弹，当时就是换装了轻型弹头，把射程从2000公里提到了3000公里。这次能够达到4000公里，可能就是用了更轻的弹头，或者直接改装了卫星运载火箭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能是改进了苏联时代的27潜射弹道导弹。这种导弹原本是潜艇发射的，本身具备核打击能力，伊朗把它改成了陆基发射。虽然4000公里听起来确实吓人，但是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更实际的问题：打得到和打得准是两码事。伊朗这次虽然把导弹打到了4000公里外，但说实话，实际效果有点尴尬。那2枚导弹，一枚在半路就自己掉下来了，另一枚被美军驱逐舰发现，然后被标准3型拦截弹打掉。2枚导弹零命中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射程4000公里以上的导弹，
圆形误差概率相当高，翻译成人话就是打不准。想精确命中一个特定目标，得同时发射好多枚才可能蒙中一发。这就是伊朗目前最大的技术短板——精度。伊朗这次的打法，如果按照火力军之前猜测那样，那就是典型的用威力换射程。咱们回到技术层面来看，霍拉姆沙赫尔4导弹原本的战斗部是 1.5 吨，命中精度约30米，在这个配置下，射程能够达到2000公里。现在伊朗想达到4000公里，那弹头减重要减到什么程度？目前没有官方统计，但火力军预计至少要砍掉1半以上。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威力将会大幅缩水，弹头越轻，杀伤力越小。这样的导弹即使能够命中目标，也无法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。原来一发能把一个加固目标炸穿，现在可能只能炸个坑。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问题，伊朗用的导弹很可能是液体燃料。伊朗的卫星运载火箭，信使也好，凤凰也好，用的都是液体燃料。如果伊朗是利用卫星技术做了技术转用，那么导弹很有可能用的也是液体燃料。但是液体燃料有个致命缺点，发射前需要好几个小时来加注燃料和氧化剂，对发射阵地的要求更严苛，加注燃料然后才能发射。这个特性在战场上是十分要命的，几个小时的窗口期足够美以精准定位，然后将其摧毁。所以从技术上来看，伊朗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，要么打远但打不准，要么打准但打不远。4000公里那一发就属于前者。伊朗自己很有可能也清楚这2枚导弹是无法击中目标的，但他们还要这么做，目的也很好推测。首先是安抚国内民心，战事打了这么久，伊朗需要这样的新筹码来向国内百姓证明伊朗还有反抗的余地，而这也是转移国内矛盾最好的方法。其次是建立新的威慑。过去面对冲突，伊朗多多少少有些克制，现在则是选了更激进的路线。他们选择在这种时候报复打击以色列的核设施，动用远程导弹，就是在用行动告诉美以别逼我，不然我真的能打的。另外也有可能是在警告欧洲，让欧洲不要参与到冲突之中，否则这一次伊朗是能打到欧洲的。但伊朗可能算错了，恰恰因为他这样的大秀肌肉，欧洲才要提高警惕。所以现在已经不是美以需要防范伊朗了，而是全球都要紧绷一根弦。对于美国来说，再给伊朗10年时间，伊朗的导弹也未必能够打到美国本土。所以这一波操作，真正要提高警惕的是欧洲。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明确警告，伊朗这次使用的2级弹道导弹射程可达4000公里，柏林、巴黎、罗马这些欧洲首都全都在直接威胁范围内。这不是以色列在吓唬人，乌克兰国防快报专门做了评估，结论是伊朗现在能达到至少4000公里外的目标。整个欧洲除了葡萄牙，其他所有国家都在射程之内。英国《每日快报》甚至直接列了张清单，然后他们就发现54个国家在伊朗导弹的覆盖范围内，其中1多半是欧洲国家。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说，北约目前无法证实伊朗向迪戈加西亚岛发射导弹的说法，正在核实情况。一旦证明情况属实，这就证明美国正在做的事至关重要。其实说来说去，指向的都是一件事：如果伊朗的导弹真的飞过来了，欧洲就要直面伊朗的威胁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欧洲的防御体系还存在一定漏洞。北约确实有导弹防御系统。波兰和罗马尼亚各部署了一套陆基宙斯盾，用的标准3型拦截弹，射高能到1100公里，射程超过2000公里。理论上讲，从罗马尼亚发射的拦截弹完全有能力拦截从伊朗飞向中欧的导弹。但问题是，这套系统的覆盖范围并不均衡。波兰的基地位置偏北，对欧洲南部和中部的保护有限。罗马尼亚的系统虽然能覆盖中欧，但要是伊朗从多个方向发动饱和攻击，这2套系统根本扛不住。除此之外，各国自身的防空能力也不一样。德国在2025年底也部署了以色列的剑3系统，性能跟标准3型在一个级别。但是英国没有陆基的大气层外拦截系统，主要靠舰载的标准3型。而且英国的防空网络主要设计用来监测无人机、飞机和巡航导弹，对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几乎是空白。真遇到伊朗导弹同时飞过来，这些碎片化的防护网很有可能连协调都来不及。不过欧洲也不算全无准备。一位北约官员对自由欧洲电台透露，北约的弹道导弹系统从2000年代初开始建造，2012年正式投入使用，针对的就是伊朗的导弹威胁，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俄罗斯。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陆基宙斯盾，土耳其的预警雷达，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4艘驱逐舰，这些东西摆在那里，本来就是防伊朗的。所以欧洲对现在这种情况早就有所预料，系统一直有，只是在此之前都以为这套系统用不上，现在真的可以用上了。而且早在这之前，欧洲就已经有意识地开始填补防空短板了，比如整合各国防空系统。丹麦、瑞典已经转向欧洲本土供应链了，也就是 SAMPT。总的来说，无论是打击核设施，还是射程突破4000公里，打击美军基地，伊朗行动越来越极端，怎么看都是一副要拼了的架势。不过不管局势如何发展，但有一点已经确定，欧洲不能再当看客了。
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伊朗的4000公里导弹到底能派上多大用场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